大家好，我是戴眼镜拿着话筒的阿拉斯加偏偏。今天我们来讲一部专治各种疑难萝莉控的悬疑恐怖片《孤儿院》。狗剩和翠花是一对夫妻，儿女双全，婚姻美满。儿子虎头虎脑、正值熊孩子的年纪，叫小金刚；女儿乖巧可爱，但是有听力障碍，叫小龙女。翠花本来又怀了个女儿，打算起名叫小丸子，结果因为意外流产了，导致翠花整宿的做噩梦。为了让她尽快走出悲伤，夫妻俩决定去福利机构领养一个孩子。狗剩在孤儿院里看到了正在画画的小女孩彤彤，那你画的母狮的还挺好看啊。我画了个仙人板板。尴尬的狗叔当场就决定不养了。全剧中开玩笑啊，尽管听修女说之前领养彤彤的家庭死于火灾，但狗剩和翠花还是把彤彤带回了家。小龙女和彤彤一见如故，很快成为朋友。彤彤还为小龙女学会了手语，但是小金刚就不乐意了，认为爸妈没有做到雨露均沾而独宠彤彤一人。彤彤确实是个脑回路和大家根本不在一个频道的奇葩，每天早上出门前将头发梳成大人模样，穿得跟个 coser 似的，洗澡的时候总是关着门，拒绝看牙医，整天宅在屋里画油画，看到受伤的小鸟会顺手捡起石头补刀。等等大姐，我觉得我还活着。还有大晚上的不睡觉偷看爸妈那个啥，闺女我跟你爹刚才在厨房打扫卫生的，累得一身汗，我俩就把衣服脱了。不就上床嘛，懂得去。最奇怪的是，只要别人碰到彤彤手腕和脖子上的缎带，他就会狂飙海豚音。有一天，彤彤将嘲笑过自己的小胖妞从滑梯上推了下去。小龙女为了保护彤彤，撒谎说是小胖妞自己摔的。很快，翠花发现一直装自己不会弹琴的彤彤，却能熟练的演奏世界名曲。但狗剩说彤彤撒谎可能只是为了取悦翠花，之后俩人就越吵越凶，开始互相翻旧账。就在这时候，修女找上门来提醒他们俩，这个彤彤貌似柯南附体，走到哪出事儿。根据悬疑片的正常套路，最开始的知情者一般都是炮灰，修女这波操作简直就是千里送人头。果然，她在回去的路上被偷听到对话的彤彤成功击杀，杀人的时候还利用了年幼无知的小龙女。小金刚撞见了，当天晚上就被彤彤威胁吓尿了裤子。在翠花的坚持下，夫妻俩带彤彤去看了心理医生。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怀疑这个心理医生肯定是莆田系的没跑了，因为他居然被彤彤的演技骗过，认为一切都是翠花太神经质太敏感。被医生这么一说，让妈的智障的狗剩更加确信的是翠花的问题。为了缓和彤彤和翠花的关系，狗剩建议彤彤送翠花点小礼物，于是彤彤送了翠花一束种在死去女儿坟前的白玫瑰，直接导致了翠花的暴走。彤彤在女人要对自己狠一点的价值观指导下，故意弄断自己的胳膊，离间父母的关系，还趁翠花不注意放下汽车手刹，想要杀掉单独留在车里的小龙女。计划失败后，威胁小龙女如果敢说出去就杀了妈妈。事情发展到这一步，唯一智商在线的翠花决定无论如何都要将彤彤赶出家门。狗剩和心理医生却认为翠花你少喝点二锅头就啥事没有了。孤立无援的翠花决定从彤彤的圣经开始着手调查，圣经里夹着很多中年男人的照片。翠花以为是哪个新出道的男团，就没在意，而是在最后一页找到了一个机构的地址。而小金刚从小龙女的话里知道了彤彤杀死修女并藏匿凶器的事情，于是他独自去书屋寻找证据，却被彤彤设计从书屋摔了下来。就在彤彤准备补刀的时候，小龙女推开了他，翠花也及时赶来，结果抢救小金刚脱离了危险。彤彤呢，听说小金刚有可能醒来说出真相之后，偷偷溜进了病房里，准备用枕头闷死他。小龙女察觉不对，叫来了妈妈。翠花不顾一切冲到彤彤面前，反手就给了他一个大嘴巴子，然后就被当成虐童扎了一针镇静剂睡了过去。虎逼的狗剩在家里喝着闷酒，彤彤跑出来，一身夜店装上演制服诱惑。哎，你别闹了啊！我只控人妻不控萝莉，明天就把你送回孤儿院。彤彤一听这话，脆弱的玻璃心碎成肉渣渣，打算干脆连狗剩也干掉算了。翠花在医院里接到了那家机构的电话，居然是家精神病院。医生告诉她，彤彤是个变态杀人狂，全名叫天山童姥，因为练天长地久不老长春功。因为得了一种罕见的荷尔蒙失调症，所以看起来只有9岁，但其实他已经33了，比偏偏还大。有暴力倾向的他杀死过7个人，被关进了精神病院，每天都要穿着束身衣，防止他攻击医护人员。原来那些缎带都是为了掩盖脖子和手腕的勒痕。彤彤之前也伪装成孩子，骗一个家庭领养，诱惑养父不成就杀了他全家，还一把火烧了房子。这尼玛和之前领养他的家庭死于火灾完全对上了呀！惊慌了翠花一边给狗剩打电话，一边往回赶，而狗剩也从彤彤房间里的话看出了可疑之处，在夜光灯的照射下，一幅幅油画全部变得血腥恐怖。此时彤彤故意破坏了电闸，导致家里停电，然后从背后一刀扎中了狗剩的腰子。作为本片唯一男主角的狗剩，除了智商渣，战斗力更渣，居然被一个9岁小女孩身材的人给捅死了。最后还是赶到家的翠花干怕了彤彤，并抱着小龙女逃出了房子。然而翠花没走多远就被彤彤追了上来，两个人在冰湖上继续缠斗。小龙女开枪打破了冰面，两人双双坠湖。所幸翠花爬了上来，而彤彤也抓住了翠花的腿，装可怜求妈妈救救她，身后却藏着一把尖刀。愤怒的翠花大吼一声：“我是不是你妈？你心里没点逼数吗？”然后果断一记整容踢，把彤彤踹进了湖里。悬疑电影一般都会揭露人们的阴暗面，这片子最大的成功就是最恐怖、最阴暗的一面，居然全部来自单纯天真的孩子，造成极大的反差。最后再给大家推荐一本周德东的悬疑小说《3减1等于几》，和本片的立意非常像，但是小说出版于2001年，远早于电影上映的2009年，是故事雷同，还是外国电影抄袭了咱们中国的小说呢？就不得而知了。拜了个拜。